能源被卡死，中國喜提天然氣大禮，你敢相信嗎？就在全球能源陷入最緊張的時候，中國的好鄰居居然送上了一份能源大禮，將年產100億立方米的最大天然氣田交給中國石油開發。沒錯，它就是中亞的隱藏富豪土庫曼斯坦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據央視新聞3月27日權威報道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正式發表聲明，明確宣布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關閉，任何試圖通過該海峽的船隻，尤其是往返於美國及其盟友港口的船隻，都將遭到嚴厲打擊，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。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，咱們的中亞好鄰居土庫曼斯坦直接給咱們送來了雪中送炭的大禮，解了燃眉之急。最近65歲的土庫曼斯坦人民委員會主席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應邀訪華，很多人以為這只是普通的外交走動，頂多吃頓飯聊聊天。可看完背後的能源賬單才知道，這哪裡是訪問，分明是來給咱家送氣的，而且送的還是家底級別的大禮，主打一個管夠。這次訪華，雙方敲定了2個足以震動全球能源圈的大項目。第一個就是中亞天然氣管道低線的升級，計劃將年輸氣能力大幅提升，建成後總輸送能力可達851億立方米，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？咱們算一筆賬，中國每年進口天然氣總量大概在2000億立方米左右，這就意味着未來中國近1/3的進口天然氣都由這位土庫曼兄弟承包了。更實在的是第2個大禮，土庫曼斯坦直接把家裡的壓箱底兒資產，全球第2大陸上氣田，本國最大的加爾金內什氣田第4階段的開發權全權交給了中國石油開發。根據3月24日的最新報道，這個氣田的總地質儲量高達27.4萬億立方米，含相鄰加拉科爾、亞什拉爾氣田已探明可採儲量2.8萬億立方米，面積超5000平方公里，相當於7個上海那麼大，年產能可達100億立方米，挖到地老天荒都夠用。消息一傳出，華盛頓徹底坐不住了，莫斯科也頻頻側目。要知道，以前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出口長期被俄羅斯掌控，蘇聯期間天然氣先送到俄羅斯，再由俄羅斯轉賣，大部分利益都被蘇聯中央拿走。蘇聯解體後，土庫曼斯坦也一直依賴俄羅斯的管道轉出口，根本沒有自主話語權。而這次土庫曼斯坦跳過所有中間環節，直接把最大氣田交給中國，相當於把自己的能源命脈交到了咱們手裡。這份信任可不是一般國家能給到的。更關鍵的是，這份大禮來得太及時，剛好趕上霍爾木茲海峽關閉，完美幫中國繞開了中東戰火的影響，守住了能源安全的底線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土庫曼斯坦放着其他大國不找，為什麼偏偏給中國送大禮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在全球能源最緊張、地緣局勢最動盪的時候，中國是最靠譜的合作夥伴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，只講誠信、講共贏，這也是土庫曼斯坦願意傾囊相授的核心原因。咱們再回頭看霍爾木茲海峽的情況，截至3月29日，海峽關閉已經2天，全球能源市場已經開始波動，國際天然氣價格單日上漲5.3%，不少依賴中東能源的國家已經開始陷入恐慌，紛紛四處找替代氣源，而中國因為有土庫曼斯坦這個鐵哥們兒，根本不慌。小編覺得土庫曼斯坦這次訪華送大禮，不光是幫中國解了燃眉之急，更是給全球上了一課。在動盪的時代，靠譜的合作夥伴比什麼都重要，而中國能得到這份信任，靠的不是霸權，而是實實在在的合作，真心實意的共贏，這就是咱們的大國底氣。可能有不少人對土庫曼斯坦不太了解，覺得這個國家不起眼。其實吧，人家可是隱藏的能源富豪，手裡的天然氣家底足以震撼全球。土庫曼斯坦這個身居亞歐大陸腹地的國家，人口只有700萬，面積49萬平方公里，其中80%都是沙漠。看似不起眼，卻憑着腳下的藍金，成為了中亞的隱形富豪，素有藍金之國的美譽。根據 Worldometer 2026年1月發布的全球天然氣儲量排名，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儲量達26.5萬億立方英尺，約合7.5萬億立方米，世界份額占比3.83%。不過，結合土庫曼斯坦官方數據和中國政府網披露，其已探明天然氣儲量實際約
19.5萬億立方米，位居全球第4，僅次於俄羅斯、伊朗和卡塔爾，佔全球總儲量的近1/10，家底厚到離譜。提到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，就不得不提一個標誌性的地方——地獄之門。1971年，蘇聯工程師在這裡鑽井時發生意外，塌陷出一個直徑69米的大坑。為了防止毒氣蔓延，他們點了一把火，本以為燒幾天就滅，結果這一燒就燒了50多年，中心溫度高達1000攝氏度，半個多世紀下來，損失的天然氣價值就超過上百億美元。這團火其實就是土庫曼斯坦以前的真實寫照，空有萬貫家財卻沒有變現的能力，尤其是阿姆河盆地的核心氣田，地質條件極其複雜，高壓、高產、高溫、高含硫、高二氧化碳。蘇聯時期被定性為鑽井禁區，鑽井成功率一度只有 29.9%， 也就是說砸下去3口井2口都是廢的，根本沒法有效開發。直到中國石油帶着技術進場，才徹底改變了這個局面。咱們的工程師用一套成熟的技術方案，直接把這裡的鑽井成功率拉升到了100%，土方看了都驚嘆不已，順手就把這片區域改名為巴格德雷，在當地語裡就是幸福之地的意思。這就是技術的力量，也是中土合作的開端。有了氣還得能運出來，於是全長1833公里的中亞天然氣管道橫空出世。根據中國政府網2025年11月的報道，這條管道西起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邊境，經烏茲別克斯坦、哈薩克斯坦，從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入境，目前實現 ABC 3線並行。自2009年12月投產以來，已安全平穩運行超過15年，累計輸氣超6000億立方米。現在這條管道每年穩定向中國輸送約400億立方米天然氣，入境後與西氣東輸2、3線管道相連，覆蓋國內27個省區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，保障着5億多居民的用氣需求。現在在家炒菜、洗熱水澡時，大概率用的就是來自土庫曼斯坦喀拉庫姆沙漠的天然氣。土庫曼斯坦的天然氣對中國來說從來都不是普通商品，而是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能源生命線。而對土庫曼斯坦來說，中國就是它最穩定的超級金主。目前土庫曼斯坦超過 80% 的天然氣出口都流向中國，對外貿易順差逼近100億美元，外匯收入主要來自中國。中土天然氣合作已經成為土庫曼斯坦經濟最厚重的壓艙石。而且雙方的合作早就超越了簡單的買賣關係，變成了共建共享的戰略綁定。這次加爾金內什氣田第4階段開發，土庫曼斯坦自己掏錢，全部打包交給中國石油承接。新項目落地後，還能為當地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，帶動當地經濟發展，真正實現互利共贏。可能有人會問，這麼一塊肥肉，難道只有中國盯上了？當然不是，印度、日本都曾想分一杯羹。2015年，印度豪掷100億美元，計劃修一條穿過阿富汗到南亞的管道，藍圖畫得很大，結果到2026年，10年時間只修了14公里，進度慢到離譜。日本前陣子也想來刷存在感，首相高市早苗承諾5年投37億美元搞物流網，撒無償援助，可土庫曼斯坦很冷靜，甚至拒絕了不少援助。為啥土庫曼斯坦不買印度、日本的賬？因為他們太虛了。日本的錢大多流向 NGO， 整天聊環保、人權，盡搞些不切實際的東西。吉爾吉斯斯坦就是個例子，被這些虛的東西折騰多年，人均 GDP 至今沒突破3000美元。而中國不一樣，不搞虛的，給錢、給技術、給支持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。土庫曼斯坦跟着中國專心賣氣搞發展，去年人均 GDP 已經衝到了9745美元，日子越過越紅火。除了能源合作，土庫曼斯坦早已把國防經濟體系都壓在了中國身上。它是中亞最早實現軍工去俄化的國家，2016年就引入了中國紅旗9遠程防空系統的外貿版 FD2000， 如今其防空系統已經實現全中式覆蓋。從遠程到短程，從便攜式到反隱身雷達，從彩虹4無人機到猛式裝甲車，全套都是中國貨。可以說，中國技術守護着它的國家安全。其實土庫曼斯坦的選擇特別理性，在全球化退潮、地緣局勢動盪的今天，他找的不是霸權，而是一個靠譜、實在、說話算話的合夥人。中國得到的也不只是一根鋼鐵管道，更是在中亞棋局裡一個最穩固、最給力的能源支點。這就是中土合作的精髓，沒有爾虞我詐，只有互利共贏。兩個務實派在沙漠裡開出了一朵幸福之花。
所以請大家記住這個名字，土庫曼斯坦，它是在全球能源荒裡願意把家底掏出來給中國撐腰的好鄰居、好兄弟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